王团长接电话。我是王徐，请吩咐。宪兵13团全体出动，鸣枪警告，警告无效，架起枪扫。我随后就到。瞧你的样子，就像共产党。我不是共产党，我是铁匠，我凭力气吃饭呐。你敢凭力气砸银行？拉下去！下一个。眼前这个当街审案、审完即杀的男人，就是原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。而卢汉为什么变得如此残暴？这还得从国民党大量发行金圆券说起。自从国民党在3大战役中彻底战败后，国民党统治区的金融系统已经逐渐崩溃。到了1949年的2月份，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发行的金圆券更是恶性贬值，通货膨胀已经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。45年抗战胜利后能买一头猪的钱，到了49年2月份连1斤猪肉都买不到。所有人都知道，将金圆券兑换回银元才是最保值的。于是，在1949年2月12日，一位普通的商贩来到昆明银行，拿出了一款50面值的紫色金圆券，要求兑换。柜员一看，货币的发行地是香港，而当时昆明使用的货币只有上海发行的混色金圆券，香港发行的紫色金圆券在昆明银行还是第一次见到。柜员便认定这是假钞，直接就盖上了伪钞作废的印章。这一行为把在后面排队要兑换的群众都看傻了。本来这些刚刚发行的金圆券就持续在贬值，而现在银行不经查询清楚，就断定这种在昆明市场上已经逐渐流行起来的金圆券为伪钞，那不是相当于判决他们手里的钱成废纸了吗？俗话说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消息一经传出，让持有紫色金圆券的群众陷入了无尽的恐慌和愤怒。仅一上午，昆明南平街的中央银行就聚集了上万人，群情激愤，要求银行给个说法，但银行却以周6是休息日为由拒绝开门。最终愤怒的群众撬开了银行的大门，一涌而入，将银行里面的设施砸了个稀巴烂，并开始哄抢各种东西。无力阻止的银行值班员只能打电话给昆明保安司令部求助，而卢汉当时就兼任保安部的司令，这个报警电话立马就被他知晓。收到电话后，他当即就调动了宪兵团前往镇压。带上来。干什么的？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张长安，在顺城街开马店的。开马店跟银行有什么相干？拉下去！到达现场的卢汉总共抓了200多人，不分青红皂白，只质问了2句话，就直接将闹事者就地处决了。即便群众代表中的几位长者上前说情，卢汉也无动于衷。砸银行就是砸省政府，砸省政府就是砸我的脑袋。就连副司令马英以及小舅子龙泽会也劝诫卢汉先慎重审理再执行，但依旧不能阻止卢汉的怒火。仅一根雪茄的功夫，卢汉就枪毙了21人，造就了震动全国的南平街惨案。如果不是卢汉的老婆谎称有事要找卢汉回公馆，被处决的人数还会更多。我军中央在得知卢汉实施的暴行后，向卢汉提出了严厉的谴责和警告，并在公开的43名战犯之后，将卢汉提捕为第44名战争罪犯。战争罪犯必须严惩，杀人者必须偿命，血债必须付出加倍的利息。卢汉真不愧是一条好汉，嘉奖，马上发包嘉奖。老蒋原本还在为如何吞下云南而苦恼，现在卢汉的做法正合他意。为了拉拢卢汉，除了发电报嘉奖之外，老蒋还送去了大量的银元和武器。事后，我军的地下党利用在云南省参议院获得的合法席位，与卢汉展开了曲线对抗，要求彻查伪钞一案所引发的流血事件。中央银行铤而走险，瞒天过海，自己发的金圆券，自己又宣布作废。就别说老百姓要闹事，就连我们这些有几个钱儿的也深受其害呀。其实不管是紫色金圆券还是混色金圆券，都是合法的货币，只不过国民党内的官僚腐败以及云南银行的信息滞后，直到2种货币都在云南流通时，昆明银行都没收到发行局的香港版本票样，所以银行职员才将香港金圆券误认为是假币。那这些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？是真的，这种紫色版面金圆券的票样晚发了3天。为什么不等票样到就先发钞票呢？这不是有意制造混乱吗？警卫营长，带着警卫盘把银行行长抓来。是。早跑了。那发行科长呢？也跑了。数日后，可能是战争罪犯的提名吓到了卢汉，也可能是滥杀无辜的罪名让他有了些许负罪感。
为了推卸责任，他将南平街事件的原委说成是人民意气用事，不法之徒兴风作浪，中了奸人计谋，才演变成社会秩序混乱的现象。事后，他又处分了昆明市的市长曾树怀以及宪兵团的团长王许。此外，又下令逮捕了那名鉴定紫色金圆券是假钞的柜员，但就是没有承认自己草菅人命的事实。作为旧时代的政客，卢汉不仅感情用事屠杀群众，还不愿承认错误，无疑是在自己的脖子上插上了战争罪犯的标签。同时，这也反映出此时的卢汉，尽管与国民党中央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，但仍看不清人民意志，看不清大局趋势，骑墙观望、摇摆不定的政治态度，也为我军在接下来拉拢卢汉的工作中找到了一个准确的定位。